中国有钱人真的在变少，而穷人越来越多。胡润最新财富报告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：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正在加剧，中产阶级复制东流，贫穷人口剧增。这预示着一个危险的信号：中国正在走向马太效应，富者愈富，穷者愈穷，社会撕裂的隐患日益严重。胡润报告将中国家庭分为4个财富等级：最低600万元的富裕家庭，1000万元的高净值家庭，1元的超高净值家庭，以及拥有3000万美元（约合2.5亿元人民币）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。数据显示，这4个财富等级的家庭数量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。其中，600万元富裕家庭减少了 4.1 万户，1000万元高净值家庭减少 2.7 万户，1元超高净值家庭减少 0.52 万户，降幅达 3.8%。3000万美元国际超高净值家庭则减少 0.41 万户，降幅高达 4.5%。反观普通家庭，除了极少数有幸攀升进入富裕家庭行列外，绝大多数人的财富并未实现显著增长，收入在经济放缓的大潮中止步不前，甚至出现负增长。根据统计，全国共有 4.94 亿个家庭户，但拥有600万元及以上财富的仅占 1.5%。也就是说，中国 95% 的家庭都远未达到富裕的标准，属于中下阶层甚至贫困阶层。贫富分化加剧，中产消失，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，这正是中国当前最令人忧心的社会问题之一。那么，导致富人变少，穷人变多的主因是什么呢？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。首先，中国依赖多年的基建和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。随着基建投资见顶，房地产市场泡沫暴露，大量依赖这2个行业暴富的富人开始经历资产缩水的过程。另外，由于房价下行，更多普通家庭的首套房梦想也因此渺无实现的希望。其次，经济放缓，产业转型滞后，失业率攀升，通胀加剧，都令中下阶层的生活雪上加霜。在薪资收入得不到相应提高的情况下，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不升反降，导致收支更加吃紧。再者，由于缺乏适当的风险投资渠道，加上金融理财扎堆房地产和资本市场泡沫，不少家庭的理财产品血亏，财富也因此遭受重挫。债务问题加剧，不良贷款和逾期风险剧增，一些家庭濒临破产边缘。此外，人口老龄化、生育率下降等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的财务负担。在养老金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的背景下，未来的生活费用狂飙，令中产和贫困家庭雪上加霜。由于各种原因，经济下行对不同阶层的影响程度是不平衡的。最富有的家庭虽然遭受重创，但仍可依靠其丰厚的资产来抵御风险。中产阶层首当其冲，缺乏过冬的能力，一旦收入中断，就很快陷入贫困。而贫困阶层的生活本就十分拮据，经济下行更是雪上加霜，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。造成这一局面的深层原因，还在于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、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矛盾。富人高度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，且财富分配极为不均。高净值家庭中，光是北京、广东、上海这3地就占了 40% 以上。可以设想，在经济遭遇重大冲击时，一线城市的富人首先受创，因为他们的财富高度集中在房产、金融投资等领域。而在内地3、4线城市生活的中产和贫困人口，不仅缺乏财富积累，就业机会又十分有限，打击力道不至于雪上加霜。在这一轮经济下行周期中，北京、广东、上海等地600万元以上家庭数量分别减少最多。换言之，曾经最富有的阶层正在加速缩水，他们的阶层地位岌岌可危。
一线城市原先就是中国财富最为集中的地区，但在经济放缓、行业震荡的冲击下，这些曾经的钞票聚集地如今也岌岌可危。以北京为例，这座曾经房价全国最高的城市，楼市一度蓬勃发展，吸引了大批投资者和房地产从业人员。然而，当房地产投资热潮退去，北京的高净值家庭数量骤减，不少昔日帝王化身房奴，背负沉重的房贷债务。类似的情况在广东、上海等其他一线城市也在上演。这些曾经的发达地区正在迅速蚕食自身财富。短短数年间，数以万计的原本富裕家庭跌落中产，甚至一贫如洗，家徒四壁。对于这些因经济下行而失去阶级的家庭来说，遭受的打击不次于生存危机。长期被认为理所应当的安逸生活突然间支离破碎，过去10年、20年辛苦积累的财富瞬间灰飞烟灭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们连应对经济寒潮的知识和经验都付之阙如。很多人倾其所有购房，是出于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，但没料到经济骤然放缓，收入来源中断，房贷压力让他们喘不过气。不少家庭陷入房奴的困境，每月大笔支出用于还贷，剩余收入勉强维系温饱。因此，一旦收入受影响，整个家庭便濒临破产边缘。当富人阶层垮塌时，社会其他阶层亦不能幸免。支撑他们财富的行业和产业链条都将出现萧条和裁员潮。曾经热门的银行、券商、地产、金融等领域，大量岗位正在流失，失业人数与日俱增，更多中产家庭将被推向贫困的边缘。与此同时，经济不振将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。在财富不断外流、就业机会减少的同时，通胀将进一步加剧民众的生活压力。由于缺乏抵御风险的资本储备，越来越多的中下阶层家庭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。有分析称，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，未来10年内中国贫困人口或将猛增1倍以上，届时中国将出现一波规模空前的经济移民和流浪人员潮，这必将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冲击，并极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激化和群体事件频发。事实上，类似苗头已经显现。近年来，中国多地不断爆发暴力维权事件，大量民众为了讨要欠薪、解决房贷或是索要拖欠多年的养老金而集体上访，但最后常以武力对峙、打砸抗议告终。随着疫情冲击经济、通胀加剧，这种矛盾激化的情况只会越来越普遍。即便是富人阶层，在经济转折时也难独善其身。近2年，全国多地出现了罕见的住房贷款罢贷潮，成千上万房贷户组织联名维权，拒绝继续偿还房贷。背后的原因不是为另一个危机的渗透，投资渠道出现大面积失灵，银行体系出现踩雷风险，资金周转渠道受阻。一旦踩到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，整个经济体系将面临全面的风险传导。金融危机一旦爆发，更多富人家庭将濒临破产边缘。届时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，不单单是财富损失，更是打击民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。一波又一波的挤兑潮，无疑会给社会经济秩序带来灾难性的影响。面对阶层分化日益严重、债务风险滚滚而来的局面，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，例如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，大规模投资基建项目拉动就业，出台更多减税降费政策，减轻民众生活成本负担，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救助力度，兜住基本民生底线等。然而，这些手段都顶多是权宜之计，却无法根治经济结构性矛盾，维持长期发展动能。毕竟，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模式已行将步入困境，内需乏力，地方债务高企的双重压力将持续存在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。
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果断措施，化解债务风险，遏制阶层分化，中国人将面临一个动荡不安的艰难时期，贫富悬殊可能进一步加剧，社会冲突愈演愈烈，长期内乱的风险正在逼近。届时将付出沉重的发展代价，甚至摧毁几代人的辛勤积累。